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或者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翻译。这个翻译的工作呢，是关于怎么把我们收到的一些智慧的宇宙的信息，一些高灵的信息，变成人类社会可实操的一些技能的。更具体的来讲，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来自巴夏的教导的信息。那大家都知道，巴夏是被 channel 的一个外星的意识，然后他有讲过很多的关于怎么样去做选择，怎么样去行动的这样的一些原则。而今天呢，我想把他所介绍的这种第一行动的这个原则给翻译成我们日常更容易去实际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其实这个和我最近的新体会有很大的关系。最近在我自己练习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和新的一些体会。这些经验是来自于因为我的视角会更加的和高我这部分的视角相融合。那这个融合的这个过程中，我就体会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和之前不一样的一些体会。比如说时间的感知变化很大，然后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的通感能力越来越强。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也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有关，就是我发现当我在日常去做一些选择，去选择说比如说我的视频做哪一个主题，或者说我的工作上有3个选项3选1的时候，我可以选哪一个。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似乎可以感觉到某一个选项背后的这个能量状态，然后只需要去选一个能量最通畅的一个选项，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的非常的顺利。这个经历是之前我不太有过的，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然后正好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好朋友发来了巴夏的一个视频，他就是讲的是他给人类行动的一个指导，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就是去感受自己最 feel excited about 的那个选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选择那个选项就行，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但我这次再看到的时候，突然一下意识到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巴夏会这么说了。因为当我现在去感受每个选项背后的能量状态的时候，那个能量的通畅的状态确实是和我自己的内在的 excitement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它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的像的。换句话说，其实巴夏他是在用一个高灵的视角去跟我们讲说，你这样走这样走就 OK 了。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同样的意识到了，其实他的这个原则，他的这个建议是有一些局限性在的。但是这个局限性完全意思不是说他说的对或者是说的错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性，而是因为高灵他们没做过人很多高灵没有做过人，他对于做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很多时候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一些东西，我们在实操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应用这个原则。首先我们怎么理解 excitement， 对吧？巴夏的 channel 是英文的，那我们是中文的，那难道是 excitement 翻译成中文这个意思吗？那翻译过来了之后呢，我如果感觉不到 excitement 怎么办？那我可能感觉到 excitement， 同时又感觉到了别的怎么办？这有太多的实操的东西，其实从巴夏的角度，它是很难给到这个层面的建议的。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尽量的清楚一点，这个实操是怎么做的，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给到大家一个判断的一个工具吧，帮助大家在会有很多变化，会面临很多选择的2026年，可以更好的去 navigate 自己的新生活。好的，我们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先理解一下什么是高灵的视角的局限性。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想象一个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教一个工程师怎么造自行车，他说的话都对但是这个工程师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恐怕不明白这个钢铁和铝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说我这儿拧2下然后那儿可能就会破。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它就是在层次上的视角的不同，大家之间的这个语言其实是没有对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也可以举一个在 Dolores Cannon 他的做催眠的这个手册里面，他曾经记录到的一个案例来说明高龄在什么时候他们其实是特别不理解的。这个案例呢，来自于 Dolores Cannon 的这本书，叫做 The Convoluted Universe Book 3， 是2008年出版的。然后在这个内容里面呢，在 Dolores Cannon 和他的一个客户工作的时候呢，他和借由这个客户的嘴去讲话的一个高龄对话上了。那这个高龄是灵魂的存在，那这个高龄自己在解释说他自己的做法呢，就是他会来到地球上的某一些他觉得需要自己的能量帮助的地方，但他不会真的投生到某一个肉体里面去，而是他会把自己的能量接给这个需要的人的这个灵魂的通道里面去。那在催眠的过程中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当他们在去讨论这个被催眠者的，也就是说这个高龄和 Dolores Cannon 在讨论这个被催眠者的人生相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高龄开始有点慌了。他慌了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人类现在开始有了情绪反应。当说到这个人类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了情绪的反应，他的能量都在被这个情绪带着有所变化，然后这个高龄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一下子就变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实在是很陌生。然后这个 Dolores Cannon 他作为催眠师，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就说你如果觉得这个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话，你可以想象离这个感觉稍微的远一点，跟他拉开一点距离。然后这个高龄就听了这个建议，就想说 OK 好，那他就照做了，他就拉开了一点距离，就是把自己接收这部分情绪的这个信息的这个通道暂时给拉远了，给关闭了。然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状态，然后继续再讲述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怎么样去工作。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大家经常觉得 handle 情绪很困难，其实对于谁来讲都是一样的，没有经验没有练习的人，对于任何的一个存在来讲 handle 情绪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高龄和人类的视角，就是对于高龄来讲，他们的语言是关于 alignment， 关于能量的对齐，关于 coherence， 就是一个整体性，整体的某一个部分的变化和整体的变化，这样像一个系统一样不断的在变化。然后同时呢，因为他们是这样的超越物质还有空间的这样的体验，所以他们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很多时候那个最小阻力的时间线和因果网格，如果我在时间线和因果网格上面去滑动的话，最小阻力的那个路径是哪里，他们是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一点的。但他们感受不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感受不到的是作为我们人类的视角。我们人类的视角就是我们有情绪惯性，我们会感受到情绪，这个情绪会影响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也会带来更多的情绪。我们有创伤的记忆，而且这些创伤既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抽象的，既可能是我实际上经历的东西，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上一辈人经历的东西，然后模模糊糊的形成了某一些行动上面的惯性，交给了我，然后我拿这个很模糊的东西，不知道这个是哪儿来的，但它是切实存在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有一些身体能量的限制，比如说我有没有充足的睡眠，我没有吃好，我有没有喝水，这样一些很实在的身体的限制。我们同时也受到社会结构、物质与时间，还有关系和责任这项各种各样的因素的限制。对于我们来讲，时间就是一天24小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人际关系之中，可能我们能感觉到一些别人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化了的一些期待和要求，这些东西在不断的发生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么多的东西，想要再去感受那个可以沿着最小可行性的这个最小阻力的时间线和这个因果网格去滑动，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多么需要内在的觉察，需要内心的平静，需要敏锐，需要练习的一件事情。而如果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觉察，难道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原则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巴夏的这个指导给用起来了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翻译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我们使用巴夏所说的这个 act upon your highest excitement 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有可能有哪些误用，有可能踩到哪些坑里，然后我们再来讲说怎么样给它加上一些人类的技巧，我们来使用。这个误用呢，我总结了可能3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会把这种 excitement， 如果我们中文硬要翻译，可能翻译成一种兴奋感，但我觉得这个翻译也不是非常的准确哈。我们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是某种冲动，或者是某一种多巴胺也好，肾上腺素的这种推动。我们会把身体的一些这样激素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信号感觉到说，哦，这个也是兴奋感，难道就是这个吗？所以这是第一种误用。第二种误用呢，是我们可能会抓到一个兴奋的感觉，然后就觉得 OK， 如果我要去使用这个原则的话，我可能就需要去忽略一些其他的感受，比如说恐惧呀、羞耻呀，或者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很疲倦呀。然后如果我忽略这些的话，其实我就是有点在逼自己，说我得把那些放下，然后 excitement， 人家说了要有这个 excitement， 我哪怕特别怕，我也得逼自己去做。所以这是第二个误用。第三个误用呢，就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种诱惑，就是我想要去逃避必要的现实的步骤和经历，因为我感觉到说，哦，高灵都说了这个是特别特别顺利的，那我这么做是不是就不用怎么样，就是会感觉到说可能会被自己的一些欲望所分心，感觉到说我想要我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做，然后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就都在我周围显化了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基于人类版本的这个灵魂原则的工具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我在这里面提供几个工具和一个冥想来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体会。那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觉察的练习。这个觉察的练习是当允许很多很多的感受同时存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因为对于人来讲，人就是会在各种各样的时候有矛盾的体验是并存的。比如说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我可能既感觉到兴奋又觉得恐惧，我可能这个时候既饿了又有点渴还困，我可能又很想念一个人，又很害怕真的收到他的消息。这样的矛盾就是人特别特别真实的体验。所以我们不和我们自己的这些特点去对着干，我们去接纳这个矛盾性，我们去感受此时此刻我正在经历什么。身体的层面，情绪的层面，可能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相互对立的情绪都是在出现的时候，我就仅仅是这样去看着他们，允许他们存在，去看看我到底在经历什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不会给我们单一的结论，但是它会对我们此刻的心理动力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 fearful excited， 就是这件事情我既感觉到挺期待的，但是我又有点害怕。那这可能就是说明这件事情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是很喜欢的，但它稍稍的超出了我的舒适区。所以这样我们会有 fearful excited 这样矛盾的感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curiosity with guilt，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很好奇，但是同时又觉得很愧疚。我觉得比如说我可能不应该对这个事情好奇，比如说我觉得说，哎呀，我很想要去发展一个兴趣一个爱好，我觉得很愧疚说，哎呀，这个没什么用，人家都在那个学习，都在工作，都在考公，我还在这儿搞自己的爱好，我真的是感觉到有一种愧疚。
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一方面我们感觉到自己对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有热情，另外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内化的一些责任、一些自我要求这样的一些声音，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常见、非常正常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还有可能会感觉到，比如说 unease with certainty， 就是一件事情明明我感觉到它是可以有确定性的，但是我似乎对这个确定性有些不满。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或者现在的一个事业可能是感觉可以这样继续这样走下去，或者甚至有的人会说一眼望到头了，但是我可能隐隐的会感觉到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不对。所以像这样矛盾的感觉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可能既收到了灵魂的信号，也在被我们身体上面有很实在的这些限制所影响着。所以我们首先都允许这些信号的存在，是我们觉察的第一步。那我们现在再来到第二步，这个第二步呢，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小实验。如果我某些心理防御的前提消失了，我会选择怎么做？这个可能是如果我感觉到我在恐惧，那可能是如果让我恐惧的那些东西通通都不存在。如果那些让我恐惧的那些东西，不管是物质上的东西也好，别人的期待也好，如果这些现在都停止限制我了，这些都没有限制了，都是支持的，都是支持我的，我会选择做什么？我会想要做什么？我的更真实的一个想法和感受会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我感觉到我是特别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那我的这个实验就可以是我想象已经所有人都认可我了，所有人都支持我了，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想要做什么？我的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会如何去做面前的这个选择？这样我们用一个 thought experiment 就把这个障碍给绕开，给自己看到一种可能性。那我们也可以去想说，如果你现在感觉到自己在很多的这个困境里面，感觉自己好像有点 feeling stuck，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明天一觉醒来，如同奇迹一般，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内部的外部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天？我的一天这样的生活会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 thought experiment 会帮助我们去发现，当这个心理防御的前提消失之后，我们更加内在的、更加深度的一些答案，真实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而它其实也提示出来了一条路径，就是其实我们可能的成长路径，或许就是在这个前提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在我们的这些防御，在这些恐惧，在这些期待，在这些责任的这个感受暂时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去找到一条路，去达到我的那个答案，我做的那个选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条路径。那可能在这个中间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内在或者外在的困难，但至少这个路径给我们多一点提示。那接下来的第三个小技巧呢，就是我们去感受自己的生命力和生长方向。因为在我们这个物质层面的人，我们就像一棵花一样，会这样自己慢慢的长大，会不断的自己这样生长发芽，这个是我们的变化的感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存在的方式。所以我们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和生长方向，就是感觉到什么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在让我的生命更加的充实，或者说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增添它的广度和深度。这个呢，我们英文叫做 growth edge， 就是比如说我这叶子长到这儿了，在下一步再去往上长，这个 edge 这个边界在哪里，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边界的。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个冥想一起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 growth edge 到底是什么。如果大家准备好了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短的冥想，我们就做的稍微的舒服一点，想要躺着也是完全 OK 的。我们首先呢，把自己的手轻轻的放在大概腹部的这个位置，然后慢慢的呼吸，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手的这个位置，
跟着我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腹部。做2个按照自己节奏的深呼吸之后呢，我们想象有一团金色的光在我的腹部的这个地方慢慢的聚集，它逐渐变得温暖，变得闪耀，随着我的呼吸逐渐成型，变成一个正在闪烁、正在转动的光球。我能感觉到我的每一次呼吸就好像是这个光球的心跳一样。好的，现在我们可以把手暂时的松开，感受到这个光球从我们的腹部开始，顺着脊椎的位置慢慢的向上，去照耀我们的身体，从腰部到背部到上背部，我们缓缓的跟着它的运动来呼吸。它一直向上到达我们的肩颈、颈部的这个位置，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感受它的照耀，让我们的胸口更加的打开，让我们的呼吸和发声也更加的通畅。接下来顺着呼吸，我们的这个小光球会沿着后脑慢慢的向上去滑动，一直到头顶。在头顶的位置，它带着我们的生命的能量，会在这里绽放出一朵属于我们的小花。请观察你的小花长什么样子。这个花朵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给你的感觉。这个小花代表着我们生命力的自然绽放，我们存在的自然显现。我们现在伸手，想象轻轻的把这个小花拿下来了。这是我的花，这是我的一部分。把这个拿下来的小花放到自己的胸口、心脏附近的位置，感受到这个小花所带来的信息。这个小花所带来的信息正在和我重新融为一体。如果它有声音，请它告诉我，我的生命力，我成长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正在前进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倾听这个声音，自然的呼吸，去感受这个信息和给我们内在带来的改变。我们记住这个消息，并且对自己此刻做这个练习的自己，在地球上生活的自己，表示感谢和祝福。好的，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可以再做1-2个深呼吸，放开手，动一动自己的脚趾和手指，然后把注意力慢慢的收回来，回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物理空间里。
不知道大家练习的感觉怎么样呢？相信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接收到了一些关于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命路径的一些信息，祝福大家。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还想提第4个，就是算是技巧也算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生命的路径，发现了应该如何选择，那我们也需要了解到，在我们这个层面，我们需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过程的变化。我们不要去害怕可能有的艰难，因为所有的这些路程上也都有它独特的风景。那我们既可以不畏艰难，也可以发现每分每秒的快乐，而这个快乐正是蕴含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经历中的。正如同这个困难是属于人类的，这个快乐也是属于我们人类的。好的，今天的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或者是想分享自己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和选择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这可能也是我2025年的最后一期视频了，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的道路，我们明年见，拜拜。